我看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买预售屋吗？那个你在交屋前1年，你就真的不要乱搞不然到时候你这个难交屋或对保那个金额达不到你的理想你又要爆掉了，对不对？很麻烦。我自己就当劝示这个好好保护自己的信用你不要乱搞你这样你在房地产你才混得好，而且才能长期生存下去，长期下来你也才能这样有房也有钱嘛，不是这样吗？尤其是那个信用卡年轻人最常见的就是那个信用卡在缴最低，理性消费，信用卡缴最低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忌。你不只问我，你去问你那个亲朋好友在银行上班，你问他说信用卡要缴最低，这个信用到底是要好还是不好？你看哪个人跟你说这个信用好的，务必立刻联系我你就赖讯息跟我讲我立刻找他去贷款还有这种事，对啊所以那个缴最低就是不 OK。买房前1年这2个关键准备必不可少，才能让你买房更顺利你觉得在买房子之前要做什么准备比较好买房子？先说结论，养好信用，然后没事就去看房子，然后记得不要乱换工作。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新成屋的电梯2房跟中古的电梯3房要怎么选，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房前1年你该做哪些准备？这是一个粉丝问我的就是他现在还在存头期款，希望明年可以上车，所以问我说今年他要做什么准备才能够让他在明年上车的时候比较顺利。哇，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真的那我们就来聊一下。首先呢，要知道一个观念叫先求有再求好然后去熟悉市场。就是你大概率你买的第一间房子你也不很喜欢所以很多人最后买房都怎样挑累了不想挑了，然后最后看到一间不满意可接受，然后他就买了就这样。然后如果回去看之前他看屋的记录，其实他这个不满意可接受他去看了第3、第4间他就出现了，只是那时候他怎样，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挑，然后看过20间以后买跟那个第3、第4间差不多的房子，反正就是你没事你要先看。这个去看不是让你去寻宝的而是你去熟悉那个手感知道区域的行情，你的预算里面能够负担的房子大概都长什么样子，并且记得你买的第一间房子大概就是住个5、6年你就会换屋了所以不用挑什么超完美的环境风水坐向你就把重心放在地段就好了。再来你要注意到的是生活上不要乱来就是你也知道现在银行在限缩贷款水位那各个审核标准其实都是被拉高的。我跟你讲，房地产热的时候就是长这样，所以我会建议你至少在准备买房的这半年到1年，你就不要乱搞，不要乱来那个信贷电话打来，你说好帮我看一下我能贷多少钱，好，他就去拉你联征了，你知道这个就有联征记录了。然后或是你就突然换工作甚至是失业那如果你是换进500强企业这种全球500强，那当我没说没差但再来就是任何的信用卡或是贷款你都不要出现迟缴的记录那信用卡最好就是怎样，每期你都去把它缴清那不要在那边搞那个什么缴最低那个就是你每期都在缴最低，你的那个信用评分会难看。那这样操作一套下来对银行来说你叫做很安全那如果你乱搞以前在银行缺业绩，房地产冷的时候，可能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房地产那么火热，你看那他们长官都比银行还紧张，所以现在一定是门槛怎么高怎么来，就是这样那一定很严格去查那你大概也要有心理准备就算你是首购，你到时候拿的房贷的成数利率也可能都不是地板价，因为你条件不好。所以条件不好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具象化的那就是你平常就把养信用养起来。像前几天新闻不是才在报这个我念标题给你听，房市观点史上超严现代制，首购利率 2.6%， 房贷怎么涨那么多？中古屋恐建价跟不上成交价，房市违约潮一触即发。我这个新闻是8月15号，2024年8月15号的新闻然后我现在拍这支影片是9月2号。当然啦，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可能央行理监事会议都开完了那再说，总之就是房地产在热，银行就是这样，就在那边叼。这代表你未来的月缴就会变多，只要你条件不好，你贷出来的那个利率就会高。那你高的话，你的那个月缴现金流就会受到压迫，这是真的你不看那个只差0.1
哦，0.2啊，这个你自己计算一下，你每个要多付好几千块哦。最后你要注意，越早上车越好。又来了，对不对？买房的人又要讲这个哈，我知道一定有人听到这里就不想买房子，因为看起来环境怎样变得越来越不友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对呀，谁叫房地产大热到政府都必须去着手处理哦，所以现在就在限缩啊。哦，而且会越来越严峻哦。至少啦，我们现在看未来短时间之内，至少2024年，它没有松绑的理由嘛，对不对？松绑它会变成炒房总统、炒房内政部长，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哦。那未来要放宽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几率放宽哦。我们先猜哦，2026啊，因为那时候要选市长哦，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但这说不准哦，还是要看到时候房市有多热。就算我讲的是2026松绑这件事情成真了，那你现在2024买不起房子，你会因为2026松绑，然后你就赶上2026的房价嘛？很难呐，真的很难呐。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说，越早上车越好。你看现在才要上车的人，是不是就愁眉苦脸的，那该叫啊？那个像我们这种早就在车上的人，然后我们现在真的是看戏呢，东看一下西看一下，然后你们还说我们脸看起来很讨厌什么的。就是这样，谁叫你要在2024，然后你才要上车？那你2020、2021、22、23，你都干嘛去了？这个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哈。但总之，你现在还能把握的就是你要把你的信用养好啦哦。那之前不就看到证据了吗？今年2024年6月13号，央行理监事会议之后，6月14号，第二屋自备瞬间增加1层，3层变4层，很夸张呢。哦，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暴击等级的政策。如果你在会议前已经上车，那你都没事嘛，对不对？到现在你才要第二屋的你就是被这条打到对不起，你要自己想办法，就是这样。政府调整房地产政策速度，你有没有觉得近几年超级快？以前都不太会调，不太会动的。那你自己看过去3个月发生什么事情，一堆啊，对不对？所以越早上车这个对你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行为哦。你想要挑战地狱难度，你就都不要买。如果你假设现在是房地产大涨的前夕呢，你就等到房地产再继续疯狂喷发的时候，你再说你要买。你看那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上车？就这样，我自己就是例子啊。让我再用现在2024年下半年的房地产政策版本，我是买不了我现在自住的这间房子真的是这样。所以早点上车就没差就是这样。这个贷款趋于严格，那你说贷款会不会越来越松绑？会，但是这个松绑它不是看我们负担能力来松绑，它也是看它选举好不好选来松绑或加码。比方说新青安，对不对？如果不是因为选情，他怎么会去加码这个东西？然后再来房地产松绑是一回事不要被大家骂是什么炒房政党，这是另一回事。所以你也不用期待说什么以后都可以不用头期款，这种夸张等级的松绑不会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买房前1年要做什么准备那我跟你分享了一个观众问我的问题，就他现在还在存头期款，打算明年要买房，所以他想知道他今年做什么准备能够让明年买房更顺利我就跟你说，就是人有很多种，像这位观众问我问题，他就是聪明的人，他提前，他超前部署。对不对？那你看他现在的时机有多好，他明年才要买，所以他是不是闪过了现在的那个现代风波，闪过了一堆有的没的，然后他有1整年的时间可以去干嘛？可以去养信用。我相信他到时候去买了房子中古的，然后交屋对都不会有大状况。为什么？人家就提前准备，就是这样。以前那个暑假作业我要讲这个暑假作业不都开学前才毛起来边哭边写嘛。那像我们这种被打过几次的，我们就知道没事的时候就要加钱写一点就要加钱写一点不然的话到时候很辛苦。然后我那时候都已经写完了，我可以怎样？我可以给同学抄，对不对？我还可以换到零食饮料，我以前都这样我讲个干话，就是还有那种整个暑假都没有在写，都在玩的，然后最后才要来赶暑假作业，然后那个笔捏着久久不写一个字，然后我问他说你在干嘛？你赶快写啊！他说我忘记字要怎么写了，你看这是怎么欠打嘛，就是这样。总之我有2个建议，第一个，熟悉市场并掌握区域行情，就是你应该要抱着先求有再求好的态度，然后没事就去看房子，熟悉一下这个行情手感
而不是等着你马上就要买的时候，你才能毛起来看，乱看乱挑哦。挑完自己心里也在怕说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平常有在看，累积起来你就知道你在看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然后第二点就是生活上、财务上不要乱来哦。生活上不要乱来，不是叫你什么骑车不戴安全帽，而是说你就财务上开始要去准备，你不要乱换工作。好，然后你不要迟缴你的贷款或是信用卡啊，有信用卡迟缴的，赶快去看怎么处理哦，这样银行才会觉得你很安全。而且那个联征的分数哦，它不是说你搞定你处理完，它分数立刻变高，没有哦。这边我没有那么熟哦，我记得都是说3个月，所以你本来就需要超前部署。你其实还完哦，所有的信用卡的那个借的钱 ，OK 好。那你的信用也不是瞬间立刻变好，你还是要等哦。等我们一般都说3个月，干干净净的这样。哦，那基本上你只要在买房之前这样保持好，你应该贷款都不会出问题，利息也不会多难看这样哦。那当然一样，能上车赶快上车，因为现在的政策脚步叫做限缩，你也不知道哪个隔天哦，那个政府又做什么调整，然后你又被暴击了哦。所以你早就让自己处在有利的位置，你最好已经在车上。哦，那这样子对你来说是最有利的哦。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哦。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三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 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 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就信用要养，真的要养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抱怨银行不给他贷款，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那个什么条件。我会说今天换你是银行的柜员，你也不敢贷款给你这种人啊，真的啦。所以民间还出现很多很奇怪的行当就是说什么你可以付钱给他，他来帮你养信用他具体的做法是说你不是没工作然后或是你的收入没办法报，好，那他就帮你塞到一间公司，他们乱开了一个票面的公司，纸壳公司，然后真的每个月配薪水给你，然后你也真的要缴劳健保，然后他们赚的就是他帮你执行的这个成本，然后所有的税金、劳健保什么的，然后都帮你处理完，帮你处理完然后再垫一个价差跟你收钱。好，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帮你生出那张扣缴凭证，就缴税缴完的那个扣缴。我知道你们都乱丢，对，扣凭是重要的扣凭是重要的。那你每年拿到那张扣缴凭证，就是政府认定你的收入实力你有正常的扣凭那银行其实都通关一大半了。难处理的是你就没扣凭你就没有收入证明很多百业式做电商、做虾皮做直销有的没的，他们都这样，他们都怎样？没有扣凭。那你又遇到现在台湾保守的银行，自然你没有办法获得好的贷款条件，甚至是没办法贷款。我跟你讲一个扣凭年薪有300万的人，在银行的眼里，比那个什么菜市场卖猪肉他账户余额趴着1000万的人还要猛很多，这是真的。猪肉大哥比较有钱，可是他叫不稳定，银行就是要稳定。这个扣凭年薪300万然后去看他的布置，真的就是这样打进来。好，这种人才是银行眼中的好客户你那个现金很多，他就会跟你讲没有啊，现金又能代表什么？明天就转走了就这样所以你快买房了，你就不要乱动，不要乱换工作，甚至是
那个年轻人会搞一招啊，叫裸辞啦，就是现在辞职，然后空窗期，然后再去找工作，你这样不好看哦。如果你真的要换工作，那你就是要往好的换，应该换工作也是换到好的你才会换吧。好，那你就不要让中间出现空窗。银行也要看流水哦，就是每个月打到你簿子上的钱，它不是叫你提供存簿嘛，至少要往前6个月嘛，对不对？它就是要核实这些东西。你今天想要跟银行贷款哦，那你真的就是要投其所好，不要你自己那边把自己搞得条件很差哦，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工作很烂，然后主管很鸟，然后什么的哈。这个禁锢不了我这高贵的灵魂。好，你辞职之后你没工作，的时候，同时信用卡还在欠缴那个什么东西，还在那边缴最低，然后你同时车贷还在还，然后这时候你说你要去买房子，然后你再跟银行那边骂说啊，为什么你们都不贷款给我？莫名其妙，这谁会贷款给你？你这种状态，你去中租自己也都怕怕的，好不好？所以就是把你自己条件养好养漂亮不要这边把自己的条件弄到很差，然后银行拒贷或是他勉为其难愿意贷给你，可是条件很差，你又不满意，你又在那边骂像我们这种长期依赖银行贷款我们就做房地产嘛，对不对房地产就房贷嘛，我们都很保护自己的信用，真的是保护我们不是说维护，我们是很保护自己的信用每期信用卡那种快10万块我们也都是一次缴清，我们从来不拖的，真的因为我们这种做房地产我们很清楚信用好这件事情在银行眼里有多强贷款条件好利率什么的都直接给你最低这个都不啰嗦，因为他不用写报告嘛，他写报告还要去解释，很烦，周围还被定这个就是做房地产的前提。你自己要做房地产，你是要有所准备。我看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买预售屋吗？那个你在交屋前1年，你就真的不要乱搞不然到时候你这个难交屋或对保那个金额达不到你的理想你又要爆掉了，对不对？很麻烦。我这集就当劝示这个好好保护自己的信用你不要乱搞你这样你在房地产你才混得好，而且才能长期生存下去，长期下来你也才能这样有房也有钱嘛，不是这样吗？尤其是那个信用卡年轻人最常见的就是那个信用卡在缴最低，理性消费，信用卡缴最低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忌。你不只问我，你去问你那个亲朋好友在银行上班，你问他说信用卡要缴最低，这个信用到底是要好还是不好？你看哪个人跟你说这个信用好的，务必立刻联系我你就赖讯息跟我讲我立刻找他去贷款还有这种事，对啊所以这个缴最低就是不 OK。你又快买房子，你在那边缴最低。好，那如果你在那边缴最低很危险你看是怎样？你跟爸妈先借钱，然后先把它一次缴掉，你再慢慢还你爸妈怎样养信用？我前面不是有讲时间差那当然你跟爸妈借了，你就是要慢慢还给你爸妈。我为什么要讲爸妈？是因为爸妈的钱几乎没有风险不是说你可以不用还，而是爸妈的钱几乎没有风险。他跟外面不一样嘛，他不会要你签有的没的，有那么弄你嘛，对吧？不会让你再背负额外奇怪的压力。那你就好好的去把漂亮的扣凭生出来银行的关卡才会很好处理。买房子这件事情普通人大概都是需要银行帮忙的，谁现金买房子有啦，很少。那你干嘛要去为难你自己？你干嘛要就后天要开学，你现在才要写暑假作业，然后你在那边说老师作业出太多，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那全校那么多人为什么大家普遍都交得出来，就你交不出来？所以是老师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对对自己狠一点，就这样这个银行它好贷款难贷款的规则，其实你也都知道，你就是让自己去养出那个银行好贷款的资格不就好了嘛，对不对？比方说你贷款资格真的都好好的，然后你还是被政策上卡到，比方说是这个现代风你要骂再骂，你那时候骂我也支持你，对现在就不是嘛。平常你就要照顾好你自己的信用，不要到时候人家说有一句话不是说什么书到用时方恨少，到你身上就变成信用到用时方恨烂，我跟你讲，小心啊。